15个孩子一间房，超级老婆一不小心生了15个娃，皇帝不急太监急，二舅妈两口子在家急得团团转。看来这次不是借螺丝和床垫那么简单，只好把家里最小的房间借出去改造。一、靠墙做一排书架，可以容纳上千本课外书籍，深色显内涵。关上玻璃门，实用颜值高。下面放5个伸缩沙发，打开就是5张床，放上软垫睡觉才舒服。5个男孩的床就完成了，晚上孩子睡觉也老实，关键收进去也不占空间，被子枕头放抽屉也方便，平时就是孩子们的乐子区。2、用镀锌方管做10个床架，上下做支撑踩牢固，再找二舅妈借几10块钱买一堆屏障螺丝，把它狠狠地固定在墙上，外包几块实木面板更环保，盖上专用排骨架，透气不反潮。二舅妈家里搬来床垫就是床。3、靠墙给孩子做满墙收纳柜，让孩子养成整理衣服的好习惯，安装玻璃柜门，实用有颜值。下面掀开盖板，二舅妈送的私密物品全放下，关上也不占空间，开关插座装床头，手机充电不下楼，睡前看武侠也方便。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独立大柜子，记得安装铁护栏，睡觉不怕打醉拳，靠墙贴软包，睡觉才舒服。4、制作木盒做台阶，抽屉里存满闺女的内衣内裤和香袜子，台阶上面做组挂衣柜，闺女的长裙挂起来才不会皱巴巴。关上门挡灰尘，楼梯下面也做储物柜，专门收纳过季的旧棉被，空间利用不浪费。这样的踏步2个孩子来回巡逻也不碰头，有人警戒其他孩子睡觉才有安全感。10个女孩的床位就这样完成了，大打翻就装2个风扇。5、床底定制3个带滚轮的大抽屉，收纳5个男孩子的内衣内裤和臭袜子，放上书桌，孩子们可以一起学习，推到一边也不占空间，孩子们的活动空间也宽敞，关键也不影响其他5个男孩睡觉。房间这样设计，每个孩子都有独立床铺、衣柜和书桌。6、也许你感觉这个设计还不错，以后也不希望被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。几年后流行的小卧室，常规女孩房不足9平方，初次装修达芬奇也会装成这个样。喜欢 T 台秀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小主张。二舅妈送的长裙子总要地方放，空间小，收纳少，只能放床上。懂事闺女郁闷又彷徨，爱女老爸低头送床归头香，抬头不能这样装。1、靠墙给闺女做转角大衣柜，上面放闺女的童年往事，转角挂闺女的豆蔻年华，这容量我自己都佩服。靠门预留闺女漂亮的花季雨季，上面放奢华物品也方便，里面留个区域挂闺女的年华花样，留住青春小秘密。转角装这种大角度荷叶门，开口更宽，拿取一目了然。2、还是镀锌方钢几根立柱做支撑，找二舅妈借几10块钱买几颗膨胀螺丝，把它狠狠地固定在墙上，防止移动。外包几块环保木饰面，放上排骨架，舒适透气不反潮。3、侧面做组高柜，闺女喜欢的文学名著随便放，旁边留空就是床头柜，开关插座装床头，关灯充电不发愁，睡觉克星全放下，床头搭配木靠背，浅色墙漆惹人醉，简单又时尚。去二舅妈家搬个松软床垫就是床，闺女回家就想往上躺，休息好才成绩更好。4、旁边延伸做悬空书桌，学习18班器具全放下，放上学习用品就是宽敞的书桌，只要学习环境好，清华北大随便考。旁边木盒做台阶，内嵌抽屉，收纳闺女的睡衣和香袜子很方便。床尾石膏板做收纳柜，放满闺女受宠的战利品，空间不凌乱。旁边延伸做书柜，主动学习人聪慧，关门整洁有颜值。记得留块小黑板，养成学习好习惯。这样的卧室，每个年龄阶段的闺女都喜欢，老爸从此没负担。6、也许你感觉这个设计还不错，以后也不希望被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。几年后流行的鞋柜玄关，以前鞋柜都是做满墙，以为家里几口人鞋子足够放，实际长筒靴都放不下，空间严重被浪费，并且柜门都明装，拉手一磕碰一不小心就挂了老婆的新衣服，常穿鞋子堆在门口，老婆进出不方便挤满回家路，胖子老公每天盯着换鞋太受罪，回家外套也无处安放，问题一大堆，不如这样改。1、门边做个换鞋凳，往上淘个挂钩，找二舅妈借几颗螺丝，把它牢牢地固定在柜子上，挂帽子包包才牢固，顶部还能放杂物，关上门不凌乱。下面做抽屉，进门钥匙钱包随手放。2、上下分段式鞋柜，收纳一家人常穿的鞋子，空间不浪费，关上柜门不落灰。再把抽屉做延伸设计，收纳鞋垫鞋刷鞋油很方便，中间做个开放格，摆上绿植回家也有仪式感。3、左边做到顶高柜，装不同高度层板高低鞋子分类收纳。再看一下整体尺寸，关上门一点都不凌乱，底部留空35公分，再用隔板分2层，上面收纳常穿的鞋子，下面收纳进屋的拖鞋，关键老公在家坐着换鞋显地位。4、最后侧边做薄柜收口，鞋柜侧面装活动挂钩，中间挂当天穿的外套，上面放二舅妈家借来的私密物品，下面层板放日常生活常用物品，记得底下留个插座，不要底板。
备用扫地机器人，柜门搭配全身镜，出门照出老婆的绝世容颜，老婆天天好心情。记得柜门底下留空20公分，方便扫地机器人自由进出。鞋柜这样设计功能俱全，老公抵住回家的诱惑，老婆更喜欢。也许你感觉这个设计还不错，以后也不希望被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。2个孩子1间房，经常生龙凤胎的夫妻都知道，房间面积不大，只能到网上买个上下床，高度不够高，儿子捉迷藏总喜欢掩耳盗铃，下面腰杆挺不直，孩子越大越需要隐私，2口子在抓耳挠腮，天生我才这样改。1. 几根方管做床架，几根立柱做支撑，心安理得找二舅妈家借一堆把它狠狠地固定在墙上，防止床晃动。外包木饰面，中间盖上透气排骨架，睡觉不反潮。二舅妈家搬来床垫就是床，姐弟俩叠罗汉来回走动也不碰头。靠墙贴软包，睡觉才舒服。靠墙挖2个洞，木饰面贴面，开关插座装床头，睡觉关灯不下楼，给手机偷偷充个电也方便。睡前物品全放下。2. 中间石膏板隔墙，安装双层玻璃推拉窗，超强隔音新过光，里面安装窗帘遮光，睡觉才舒服。旁边安装磨砂玻璃门，透光不透影。床底做3个带滚轮的大抽屉，收纳儿子的内衣内裤、臭袜子和换洗衣服很方便。旁边给儿子做书桌，学习小件工具全放下，侧面留空做书柜，半影玻璃背板，孩子喜欢的中外名著全放下，放上学习用品就是书桌，让儿子从小养成学习好习惯。记得安装纱帘，睡觉才有私密空间。3. 简单双眼皮吊顶，提前隐藏风机盘管，把风口1分为2，门向右移，靠墙给儿子做到顶衣柜，衣服挂起来房间不凌乱，关上门实用有颜值。4. 开门有玄机，背板做个小矮柜，储物空间不浪费。床底给闺女做衣帽间，不常用棉被和大件行李箱全放下，外侧安装挂衣杆，常穿衣服裤子全挂下，安装推拉门好看挡灰尘。5. 利用飘窗做转角台阶，抽屉储物更方便，关键踏步坡度不高，孩子上床下床才安全。闺女躲猫猫不在南辕北辙，床上1.8米不碰头，床底1米做衣柜，靠墙给成绩名列前茅的姐姐安排一张大书桌，桌面宽敞，读书写字不拥挤，上面做一排吊柜，高考资料随便放。中国的诺贝尔就是这样养成的，耶鲁、哈佛随便考。卧室这样设计，房间虽小，功能齐全，2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，一点都不拥挤。6. 也许你感觉这个设计还不错，以后也不希望被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。全国的厨房都做错了，厨房太小，收纳少，台面总是乱糟糟，想做 U 型橱柜增加收纳，过道又太狭窄，凌晨3点半还没做完饭，厨房玩不转，老公惨做医生干，当然醒悟这样的。1. 烟道处不做地柜，浪费收纳空间，而是做到顶薄柜，储物空间翻1倍。1.6米高的老公拿取也非常便利，安装玻璃门看着也销魂。2. 地柜不做层板，拿东西翻箱倒柜，而是做拉篮抽屉，收纳物品超级多，分类存放拿取物品也方便。3. 缩短吊柜，增加2组上翻柜，收纳瓶瓶罐罐，释放台面空间，拿取很方便。吊柜下面做线性灯，炒菜也有仪式感。4. 不做老式直降柜，拿取东西很鸡肋，而是设计钻石柜，专门存放大件的柴米油盐，不仅储物增加种类，关键老公起早贪黑备餐也更敞亮。5. 水槽不做台上双槽盆，四周卫生死角难打扫，洗碗洗锅太费劲，而是要做大单盆，台面清洁无死角，铁锅都能在里面翻煮。6. 窗台下落，台面延伸到窗子，增加置物空间，关键老公洗菜洗碗更宽敞。7. 角落延伸圆角吧台，增加收纳空间。二舅妈家里借2个活动置物架，蔬菜水果分类放，新鲜好拿取，推进去也不占空间。上方安装轨道插座，方便小厨电的使用。再做1组超薄柜，南北干货都放下，旁边贴块洞洞板，常用厨具全挂下。8. 地面不贴小片砖，逢多廉价难打扫，而是餐厅大砖直通铺，顶上也不掉廉价小块铝扣板，而是选择大块铝扣板。记得给贴心老公安装1个凉把，老公在38度6的厨房里炒菜也不热。厨房这样设计，空间更开阔，收纳更多。9. 也许你感觉这个设计还不错，以后也不希望被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。